大家好，要说起咱们身体里最辛苦的劳模器官，肠道绝对排在第一位。它不只是负责消化食物、吸收营养的核心器官，更是咱们人体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，还是能影响情绪、睡眠的第二大脑。肠道里住着上百万亿个微生物，这些微生物的基因总数是我们人体基因的150倍，默默掌控着消化、免疫、代谢，甚至心情的健康。但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日复一日伤害肠道，顿顿高脂高油，爱吃油炸重口，每天久坐不动，缺乏活动，一感冒发烧就随意吃抗生素。这些行为都会让肠道里的好菌不断减少，坏菌大量滋生，最终导致菌群严重失衡。有数据显示，我国每100个人中就有6个人长期受功能性便秘困扰，超过40%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、便秘、腹泻、腹胀。消化不良成了很多人的常态，肠道亚健康已经成为全民健康隐患。不过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心，想要修复肠道、养好菌群，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核心关键就在于吃对食物。今天就给大家把肠道最爱的4类食物讲透，只要吃对、吃准、吃到位，就能帮肠道清理垃圾，修复黏膜屏障，提升免疫力，让肠道恢复年轻活力。第一类是膳食纤维，相当于给肠道聘请一位24小时在岗的天然清洁工。膳食纤维本身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，却是肠道最离不开的营养。它既能促进肠道规律蠕动，快速把代谢废物、毒素排出体外，还能作为肠道有益菌的专属口粮，帮助好菌生长繁殖。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，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，可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量还不到15克，连推荐量的一半都达不到。这也是肠道问题高发的核心原因。补充膳食纤维首选全谷物，不要再长期只吃精米白面、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，在精细加工中把富含纤维和营养的麸皮、胚芽全部去除，剩下的只有淀粉和少量营养，膳食纤维几乎流失殆尽，而全谷物完整保留了谷粒的全部营养，是膳食纤维的天然宝库。燕麦、糙米、藜麦、荞麦、全麦面包、全麦面条都属于优质全谷物。坚持吃全谷物有3大明确好处，首先是平稳餐后血糖，燕麦中的离碱葡聚糖能延缓碳水吸收速度，避免血糖快速飙升。其次是帮助降低胆固醇，可溶性膳食纤维能结合胆汁酸，带着多余胆固醇排出体外。最后是降低结直肠癌风险。全谷物中的木质素能吸附肠道致癌物，缩短有害物质停留时间。吃全谷物不用突然全部替换，避免肠胃不适应。把精米和粗粮按照1:1的比例混合蒸煮，做成燕麦饭、糙米粥、杂粮饭都可以，每天吃50到100克，循序渐进，让肠胃适应。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受到肠道变化。除了全谷物，豆类也是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的双重来源。鹰嘴豆、黑豆、红豆、扁豆、芸豆都属于养肠好豆类，它们不仅能提供植物蛋白，还富含大量膳食纤维。豆类中的低聚糖是双歧杆菌的专用燃料，能定向滋养好菌，让有益菌数量快速增加。同时，蛋白和纤维协同作用，能延缓胃排空速度，增强饱腹感，避免暴饮暴食，控制热量摄入。很多人吃豆类容易胀气，这里有2个实用小技巧：一是提前把豆类浸泡8小时以上，充分泡发能减少胀气物质；二是煮豆时加少量柠檬汁或醋，既能减轻胀气，还能促进豆类中铁元素的吸收，让营养利用率更高。第二类是发酵食品，相当于直接给肠道充值鲜活有益菌。发酵食品是通过微生物发酵制成的食材，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活性益生菌、有机酸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，既能直接为肠道补充活菌，又能抑制有害菌生长，维持菌群平衡。
发酵食品中最常见也最方便的就是酸奶，但酸奶一定要选对才能发挥作用。购买时要牢牢抓住3个关键指标。第一，看活菌数，包装上必须标注活菌数，不低于每毫升100万菌落形成单位，保证好菌能活着到达肠道。第二，看菌株，优选双歧杆菌、嗜酸乳杆菌等经过科学验证的养肠菌株。第三，看添加糖，每100克添加糖含量要低于5克。高糖酸奶会破坏菌群，反而伤害肠道。喝对酸奶的好处非常实在，乳糖不耐受人群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，但酸奶在发酵中乳糖已被分解，喝起来更舒服。酸奶中的胞外多糖能激活肠道免疫细胞，提升抵抗力，减少上呼吸道感染概率。喝酸奶的最佳时间是餐后1小时，此时胃酸浓度较低，能最大程度保护活菌顺利抵达肠道。另外一定要注意，酸奶不能和抗生素同时吃，两者要间隔2小时以上，否则抗生素会无差别杀死活菌，让酸奶失去养肠价值。除了酸奶，传统发酵泡菜也是肠道的好朋友，中式四川泡菜、德国酸菜、韩国泡菜都属于优质发酵蔬菜。传统自然发酵的泡菜含有30多种有益菌，菌群种类比普通酸奶多5倍，能为肠道提供更丰富的活菌来源。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谷胱甘肽、硫氰酸等抗氧化物质，减轻肠道氧化压力，延缓肠道老化。吃泡菜要注意2个细节，一是选择低盐款，每100克钠含量低于 0.5 克，避免高盐加重身体负担。二是控制食用量，每天最多吃50克，少量长期吃才是健康方式。第3类是抗炎食物，相当于给肠道黏膜涂抹专用修复剂。很多肠道问题根源都是慢性炎症，长期炎症会破坏肠道黏膜屏障，导致有害物质进入血液，形成肠漏，引发腹胀、过敏、免疫力下降等问题。而抗炎食物中的 Omega-3 脂肪酸、多酚类物质能有效减轻肠道炎症，修复黏膜，加固屏障。首先是深海鱼、三文鱼、沙丁鱼、青鱼等深海鱼，以及亚麻籽、奇亚籽等植物食材，都富含 Omega-3 脂肪酸。这种成分能阻断肠道炎症通路，降低炎症指标，调节免疫系统，促进调节性 T 细胞生成，减少食物过敏风险。有研究显示，孕妇每周吃2次低汞深海鱼，孩子出生后过敏概率会明显降低。吃深海鱼要控制频率和量，每周至少吃2次，每次100到150克即可。孕妇要选择三文鱼、沙丁鱼等低汞品种，避开金枪鱼、旗鱼等高汞大型鱼类。其次是浆果类食材，蓝莓、黑莓、树莓、蔓越莓等浆果，个头虽小，营养价值却极高。它们富含花青素，能强化肠道上皮细胞连接，让肠道屏障更紧密，阻止脂多糖等有害物质进入血液。浆果中的唑花酸能抑制大肠杆菌附着在肠壁，降低感染性腹泻风险。浆果新鲜和冷冻的营养差别不大，日常都可以吃，但要避开添加大量糖分的果酱，高糖分会抵消浆果的抗炎养肠效果。第4类是天然益生元，是肠道有益菌的专属能量燃料。很多人分不清益生元和益生菌，益生菌是直接补充好菌，而益生元是好菌的食物，它能被有益菌选择性吸收，不被人体消化，直达肠道滋养菌群，让好菌长得更多、更壮、更有活力。菊芋是天然益生元的代表食材，核心成分是菊粉，其中低聚果糖含量高达 8%到 10%， 是公认的优质益生元来源。吃菊芋有2大明确好处，一是双向调节肠道问题，对便秘和腹泻都有改善作用。每天吃5克菊粉，便秘人群每周排便次数能增加 1.5 次，腹泻人群粪便会更成型。二是提升钙吸收效率，低聚果糖能调节肠道酸碱度，让钙更容易被吸收。青少年每天吃5克菊粉，
骨密度能提升4%。菊芋吃法简单方便，可以打成粉冲水喝，也可以代替部分白糖加入面包、蛋糕等烘焙食品。高温不破坏营养，日常很容易坚持。香蕉也是常见的益生元食材，关键在于选对成熟度。表皮带少量绿斑的未完全成熟香蕉，抗性淀粉含量能达到7%到8%，而表皮全黄的熟透香蕉，抗性淀粉会转化为普通糖分，养肠效果大幅下降。抗性淀粉进入肠道后，会被有益菌发酵，产生短链脂肪酸，尤其是丁酸，它是结肠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，能滋养结肠，降低结肠癌风险。同时，香蕉含有血清素前体物质，能通过肠脑轴调节情绪，缓解焦虑引起的腹泻。如果买到熟透的香蕉，也不用浪费，放进冰箱冷藏，低温能让部分糖分转化为抗性淀粉，依然能发挥养肠作用。养好肠道，除了吃对以上4类食物，还有4个黄金法则必须坚持。这些习惯比吃更重要，能让肠道养护效果翻倍。第一个法则是饮食多样化，每天吃的食材种类至少达到12种，每周不少于25种。早餐加一把坚果，午餐多搭配2种蔬菜，晚餐换1种杂粮主食。丰富的营养能为肠道菌群提供全面口粮，让菌群更稳定多样。第二个法则是3餐规律定时，固定吃饭时间，不饥一顿饱一顿，不暴饮暴食。肠道有自己的生物钟，规律进食能让肠道蠕动更稳定，有益菌也能在固定时间高效工作繁殖。第3个法则是坚持规律运动，每周累计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自行车都可以。运动能直接加快肠道蠕动，促进废物排出，还能提升肠道菌群多样性，让好菌种类更丰富。第4个法则是谨慎使用药物，绝不随意服用抗生素。抗生素会无差别杀死好坏菌，极易造成菌群紊乱。如果病情需要必须使用，一定要严格遵医嘱。搭配益生菌时要和抗生素间隔2小时以上，保护好菌不被破坏。肠道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石，和消化、免疫、代谢、情绪紧密相连。肠道养好，消化吸收顺畅，免疫力自然提升，身体少生病，状态更年轻。把全谷物、发酵食品、抗炎食材、天然益生元这4类食物融入1日3餐，再配合饮食多样、3餐规律，坚持运动，慎用药物这4个黄金法则，就能为肠道搭建起清洁垃圾、修复屏障、强化免疫的全方位保护网。每天用心养护肠道，就是为身体健康做长期投资。不用追求复杂方法，从今天开始做出小改变，把早餐的白粥换成糙米粥，或者餐后喝一杯无糖酸奶，简单易坚持，慢慢养成养肠习惯。你会明显感受到腹胀消失，排便顺畅，精神变好，免疫力提升。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、建议和治疗方案。如果出现持续肠道不适、严重便秘、腹泻或其他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及时就医，咨询专业医疗人员，科学调理更安心。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通畅健康的肠道，吃嘛嘛香，身体棒，精神足。咱们下次再见。